对不起，来了。哎呦！又做了一个刀下冤魂呐！哎呀，什么冤魂呐？你可真是……谁知道他做了什么？人不人都要死。哎，东西，你快看呐，秦莫愁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呀？东厂的人故意堵了他的嘴，这样他想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来了。哎呦！后面还多拽着一个他，时辰已到，斩！小子，你是不是姓杨？走，撤！不要追了，他们是跑不掉的。本宫早就命人在那女子鞋上涂了香料，只要用烈血循着那味道，就能找到他们的老巢。怎么了？快走啊！快走啊！我要回去接我爹。什么？接你爹？刚才东厂那个姓庞的，好像认出了我的剑法，我怕连累我爹，我要回去接他。华仔啦，华仔啊！哎呀，你都快把爹吓死了！儿子，你怎么鬼鬼祟祟的？爹，我没空跟你解释，现在家里是回不去了，太危险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撤！
哎呀，顺儿啊，你又闯什么祸了？怎么东厂的人奔咱们家去了？爹，家里不安全，你先跟我走。哎呀，去哪儿啊？家里还有许多名贵药材，还有你娘的牌费呢。走吧。大人，就是这里。叫你给我围起来！是。一个也不要放跑！来得好快！哎，跟小师妹说，从后门走。你小心啊！快去！聚众谋反，上！东厂的人找过来了，快走！快！是啊。也不知小师妹他们逃出去没有。小师弟，师兄，我们到了。师兄，保护这几位先走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，走走走走，顺儿小心，走。回去。
亚兽，你跑不了了，只得补上了你。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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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本帮兄弟先逃出京城，一同东山再起。大师兄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把你跟本帮兄弟趟入这趟浑水的。严党弄权，天人共愤。我虽江湖中人，也算是为大明尽忠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！虽然是我大师兄，但是与我情同父母。当年就是他收留我们母女，帮我娘治病，而且还收我入阎王，教我武功。在我的心里，他就是我的父亲。这个躺在坟墓里的，远比站在我面前的亲生父亲更让我想你。希儿，三兄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生了他，却没有尽到抚育之责。他恨我也是应该的。啊，对了，恒伯的娘要咱们过去，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说。15年前，我抛下只有2岁的女儿恒波，奉旨入宫，进了永福宫，精心哺育当今的皇上。因为我谨慎小心，深得皇上生母齐贵妃的欢心，所以我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。谁料有一天，我看见皇后
恐怕真要让那李锦中得逞了。我真是不明白，那李景忠就算当了皇上，没过几年他就死了，他的皇位还能传给谁呀？这是有缘故的，只是这个缘故啊，当今世上没几个人知道。到底是什么缘故啊？我和李锦忠是同乡人，所以他的底细我知道。他进宫之前原本就有一儿一女，还是一对龙凤胎。难怪这李景忠甘愿冒这么大的险，原来他死了以后还能把这个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，然后这样一代代传下去。哦，怪不得他的野心可真大。皇上，该喝燕窝粥了。这皇太后最近怎么想起总让朕喝燕窝粥了？皇上，这是皇太后亲手给你熬制的，里面有上好的燕窝和红枣，最滋补身体了。皇上他没有起疑心吧？没有，皇上吃的燕窝粥，一直都以为是皇太后让送过去的呢。好小子！这药啊，无色无味，你得慢慢下。皇上这小子太机灵了，等到有一天他身上的毒够多的时候，就有病症了。到那时，他就会疑心是皇太后要害他。皇上年少气盛，他定会跟皇太后，只要他们母子反目，后宫恐怕就是刀光剑影，血光冲天了。乱到不能再乱的时候，咱家就会带人去平了他们母子。到那个时候，穿龙袍坐龙椅的只有9000岁您啦，那您可就……好小子，咱家是不会忘了你的功劳的，啊！喂，厚葬旁请。是。小胖走了，召集死士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奴才万死不辞。不要辜负咱家对你的信任。是。
惠王的余党贼心不死，咱们应该斩草除根呐！听东厂的孩儿们说，带头劫法场的，就是那姓杨的小子。姓杨的，夺了武状元那个杨树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庞庆生前曾去抓过他的老子，可是这一老一小全给溜了。没想到那群余孽铁了心要跟咱家作对。通知东厂和锦衣卫各路统领，城内安排人马搜查他们的踪迹。是。有李锦中亲笔的通倭密信作为证据，便可证明他通敌的罪行。有皇上亲手颁给惠王的灭燕密诏，便可向世人证明惠王的清白。有昔日从永福宫逃出升天的秦婶儿，我们便可让皇上知道他生母真正的死因。这一笔一笔的血债，都要记在李锦中这个老贼身上。现在皇上有难，我们要想办法相救。李锦中恐怕就要行动了。这样，你们先去龙山华安寺避难。秦婶儿是重要人证，你们务必要保护好她。我召集人马留守京城，观察阉党的动静。若是他们狗急跳墙，我也好应对一阵。也不知道大哥带着玉玺去漠北调兵，情形如何？世子，我们这一路马不停蹄，人和马都吃不消，是不是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？不得谢，早一刻赶到漠北，调动大军，早一刻救皇上。我知道你救驾心切，但是咱们都跑了一天了，水米未进，先吃点东西再赶路吧。也好。
恤之心，苍天可见。但您可曾想过，如今这象征着至高皇权的玉玺，就在我们的手中。倘若世子愿意用它来召集天下英豪，只要拿着它振臂一呼，天下人都会跟随你云集响应。张先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世子，你跟我心里都清楚，这玉玺在谁手中，谁就等于掌握了天下。张先生话太多了吧？哎，我倒是想问一下世子，这当今是什么世道啊？在阉党的眼里，像惠王这样的有功之臣，都可以随意加害。我认为，在朱家的子孙里，论起这文韬武略，您可是比当今皇上还要高明一些。你才是真正该坐上龙椅上的人。不要再说了。世子，张先生，今天你说的话我当没有听见。以后你出言一定要谨慎，在外人面前不要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。撤！世子，你怕什么？朱家的人不行了，没有帝王气了。爹冒着掉脑袋的风险，用我这条残躯建立起我们李家的王朝。哼，将来这大好的江山就由你统御了。爹呀，你说这么多，我越听越糊涂。糊涂！爹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恨你这个儿子不成器，听了弑君篡位，就吓得尿了裤子。还是我李锦中的亲儿子吗？爹，你老人家是不是喝酒喝糊涂了？我和月儿明明就是您抱养的，怎么就变成您亲生的了？爹没有喝酒，心里明白的很，一点都不糊涂。你以为爹这一辈子是个废人吗？无儿无女？哼哼，你错了。来，本来你爹是乡下的一个教书先生，教书的日子实在是清苦，熬不下去了。本来打算就了此一生了，可是宫中贴出皇榜，说是要招5名知书达理的太监，进宫负责教习宫女。爹一狠心就自愿进宫，可是没人知道，爹在乡下早有一个相好的。爹进宫之日，就是他为爹生下一对龙凤胎之时。原来我和兄长都是爹的亲生骨肉。不过爹呀，既然我们兄妹是您亲生的，您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天伦之乐，何苦要以身犯险，去图谋那可望而不可及的95之尊呢？后来，爹在宫中发迹，飞黄腾达了。那时候你在乡下的娘亲病了，他派人送信给我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这个废人还有一双儿女。爹真是高兴极了，派人送钱给你娘，接济你们的生活。当你娘亲死了之后，我就放出话去对所有人说，我是怕晚年寂寞，收养了一对儿女。这件事情除了万生没人知道，你们2个
是我的亲生儿女。爹，您真的是我的亲爹。爹，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完了，废人，没有用了。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儿子被人家笑话他是一个太监子嗣。我饱读诗书，胸怀大志，我要争一口气，我要创造一个新的王朝，让我的后人受万人敬仰。爹，您千万不能为了我冒这么大的风险。儿子不爱读书，但你知道，从古至今，没有一个太监的儿子能当皇上的。傻孩子，三国都没读过吗？曹操就是太监之后，他不就成了开国之君了吗？曹操，儿子，只要我们父子同心，3日之后，整个天下都是我们的了。谁啊？进来！月儿，马千户请。下去。是。马千秋，你个二心贼，你来干什么？还用多说？肯定是来杀我们的。死就死吧！告诉你姓马，答应我20年后永是一条好汉。你们两个给我听着，我马千秋还是马千秋，我没有背叛皇上，也没有背叛惠王，更没有背叛谢大人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为时势所迫，忍辱从贼。现在皇上有难，张彪、赵亮，你们兄弟2人跟随我多年，你们是否还愿意认我这个大哥？是否还愿意跟随于我，效忠我们的皇上，保卫我们的大明江山？属下听凭马大人调遣。好兄弟。爹，女儿什么都听见了。女儿现在又是高兴，又是害怕。高兴的是，我和哥哥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却没想到亲生爹爹就在我们面前，与我们朝夕相处。可是爹啊，我害怕。我害怕的是，你有了我们这对儿女，有了这破天的富贵，炙手的权力，你干嘛还要再造杀孽，当什么皇帝啊？爹，当皇帝有什么好呢？像现在这样，咱们一家其乐融融的，不好吗？月儿，
不要害怕，不要哭。爹是在做一件大事，女孩子家不同的。爹，你现在筹谋的大事，那可是灭门的祸事啊！哎，死丫重孝！爹，他居然敢诅咒我们李家灭门！爹为了成死霸业，笼络了多少人才，积累了多少财宝，又除掉了多少政敌，等的不就是一统天下的这刻吗？这样的谋略，难道为了一个区区的帕子，白白浪费了吗？都疯了！如今你们的眼里都只有权力和富贵，全然看不到宏图霸业落空后将要血流成河。你们这般一意孤行，只会让咱们家陷入无休止的灾祸中啊！你给我闭嘴！爹，把他关起来，等我们事成之后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帝王之才，天下霸业。月儿，你拿着这个小包袱要去哪儿啊？女儿原本在家里待得闷了，想出去走走。月儿啊，爹在办一件大事，这件事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爹不得不把你关起来。儿子，把他送到后院的密室，每天让万生给他送3餐，别饿着他。是。去。爹！顺着这条路走，咱们就进山门了。到了寺里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哎，好，走吧。快，小心啊！哎，快！这里是佛门境，各位施主不要在此大声舞醉。跟你一起战！儿啊，爹。
气呀，孩子！爹劝你一句，别惦记谢家那个丫头了。我看人家也不怎么喜欢你，你身边这个丫头就不错，跟你娘当年一样，死心塌地的对人好。哎呦，爹，你不能死，你不会死的，爹。傻孩子，哪有人会不死呢？爹有福气啊，能死在我儿子的怀里。爹，又是皇太后那边送来的燕窝粥。皇上，那就趁热把它给喝了吧。果然如朕所料，粥里有毒。是不是皇太后让你换了银针，哄着朕喝下这一碗碗有毒的燕窝粥？皇上，奴才知道，朕说他是死，朕不说他也是死。太后，朕虽然不是你亲生的孩儿，但你为什么要害朕？太后驾到！皇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如懿伺候了你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要赐他一死啊？朕身边的这些人，到底有多少戴着假面具啊？阿弥陀佛。
皇上今天居然处死了如意，而且对哀家的态度也是不阴不阳，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了10年前的底细？这老臣不敢妄言。不过老臣觉得，如果这样下去，皇上可能会对太后您动杀机，不如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要废了他？在诸姓子孙里找个年纪小、听话的太后，再来一次垂帘听政。不，哀家毕竟养了他10来年，哀家相信皇上不会如此狠心的。太后，您现在心慈手软，不过到时候不知道皇上会不会放过您呢？是啊，哀家老了，心软了。可是皇上心地仁厚，哀家相信皇上不会对哀家下狠手的。太后明鉴，不过为保万全，这宫中是否要防范一下？我是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金秋，我要面见皇上。对不住了，大人，刚才皇太后传下话来，宫门锁闭，没有她老人家的懿旨，任何人不能随意出入。皇太后的懿旨？大人，咱们要在这里等什么时候？皇宫的宫门已经被皇太后下懿旨给封了，看来李锦中那个老狐狸要采取什么行动了。我现在既然没有办法和皇上直接取得联系，那只有在这等了。敌不动，我不动。晚生，他不是李锦中身边那个太监吗？这边有赵亮，你们在这盯着，我过去看看。好。9000岁的吩咐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诸位可都是庞公公生前花大力气从各地招过来的江湖高手。可明天的事，那是非同小可。进到宫里，万一动起手来，那可是凶吉难料，生死未卜。所以9000岁让你们到府中的兵器库里，一人挑一件趁手的家伙，再把赏银领了，再在府中休息吃喝一整天。明天晚上记
公办事。好，听万官安排。这些死士都是李锦中从各地招募来的，看来明夜他就要起事了。不行，得想办法阻止他们。你来干什么？你爹他……我三师兄受伤了，你该在哪里照顾他？新梅大师已经给他看过伤了，说不碍事。我爹让我来送送杨伯伯，他在世的时候对我很好。我爹之前是对你很好，你在我家住的时候，他经常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你终于认我三师兄了。嗯，今天他拼了命地护着我，我心里知道他对我好。还有，我看见杨伯伯去世，你这副痛苦的模样，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我的爹还活着，我好幸福。所以，我就认他了。他一直坐在那里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东西，你穿成这样子很好看。我漠北大营，叫你的人把兵器放下！你可知道来者？我是何人，有何来意？见到你漠北将军，自然会说。快去通报！去通报！在哪里？在前面。来者何人？
玉玺在此，儿子还不下跪！父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我乃贵王世子朱成军，漠北将军听旨。臣听旨，奉皇上谕诏，携玉玺调漠北大军入宫勤皇。臣领旨。那些死士都安顿好了，安顿好了，用举兵机库选了趁手的兵器，这会儿正在大吃大喝呢。陪咱家去看看小姐，听说她一整日都不思饮食。是啊，小姐只是哭，也不说话。哎，这倔丫头真不让咱家省心呢。傻丫头，这里有椅子，有床铺，你为什么要坐在这潮湿的地上呢？乖啊，听爹的话，起来，来，起来。孩子家呀，要保养身子。都是聪明人，所以爹才会冒着风险，用性命来搏得这至高的权利。只要权力在爹的手里，朝廷里就没人能动得了我，也不敢动我。到时候所有的人只能跪在爹的脚下，山呼万岁。爹，您真是被这该死的权力迷住了心窍，女儿都快不认识您了。爹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铜镜左看右看，里面的人爹也不认识。爹原本只是一介书生，因乡下生活清苦，一狠心自愿进宫。爹在宫里受了多少委屈，
受了多少侮辱，吞了多少的苦水，我忍到了今天，忍不下去了。今天就是爹扬眉吐气的时候了。爹，您今天就要动手吗？就在不留一手后招。这幅画你拿着，假如爹进了宫不能出来，你就赶紧逃离京城，逃得越远越好。你记着，画轴里面有一个秘密，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拿出来，它会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。待会儿爹会派人接你，去城外暂避风头。明天天亮之时，假如爹派人来接你，那就是爹大功告成。假如没有人接你，昔日的大酒缸，现在变成了万花庄了。是啊，昔日的大酒缸变成了万花庄。走吧。嗯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动静吗？没有。不过后门这儿一直有2卡车等着，赵亮在前门那守着，也没什么动静。不对。按理说，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了。小心点。这么晚了，外甥要把李音月送到哪去？大人，你看这天都快黑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这样。你和赵亮先回你府依计行事，我们随后就来。
好，去吧。走走。小姐，请。小姐啊，千岁爷说了，让您呢先在这儿委屈一宿。带回去，走走。诸位，我已在凉亭备下了一桌酒宴，大家吃饱喝足，今天晚上好跟着9000岁入宫办事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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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，动我就杀了你！听着。千秋，你竟敢和我们生二心！你到现在才看出来，太晚了吧？说，李锦忠什么时候起事？万胜对9000岁忠心耿耿，从我嘴里什么也得不到。杀了我吧！想死没那么容易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怎么样，味道还不错吧？这是五谷妙，5个时辰之内不服下解药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流脓溃烂而死。怎么样，还嘴硬吗？饶命！饶命！你们饶了我吧，饶我一条命吧！你快说，李锦忠什么时候起事？我说。一会儿你给我小心点。如果你敢向李锦忠这个老贼告密，你就拿不到解药。奴才知道，奴才不告密，不告密。本帝，你从哪搞来的苗疆五谷秘药？哼，什么秘药？是我平时当领子吃的花生球。他妈的瞎！